扑克聊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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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今天非常的特别，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全新系列，叫做扑克聊聊。在这个全新系列中，我会跟大家分享我在扑克赛事中遇到的特殊情况、扑克圈中的热门议题，还有我的扑克经验分享。那我们这一个全新的系列呢，会是一个比较轻松，然后希望有更多的互动。所以同时，我也希望观众看完这一个影片之后呢，能够在影片下方留下你的想法跟你的看法。如果我觉得你的想法有道理，或者是有一些值得再讨论的议题的话，有可能会在下一集我们再拿出来做一个互动的讨论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个我在 APPT 马尼拉参加一场超级豪客赛，第二天的赛事中遇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。好，我只能说特别。那先讲一下这场赛事的一个状况，买入的报名费呢是50万披索，大约是30万台币左右啊，就是1万美金。那这场赛事呢，总共只有11位玩家参加，前3名有奖金。我们进入到第二天的时候呢，是已经进入到前圈，也就是剩下3位玩家，前3名的奖金分布分别是大约是100万披索、150万披索跟250万披索。到最后面的一手牌呢，我的筹码量是最少的，其他2位玩家呢是2位菲律宾的牌手，分别是 Mike Takayama、John Tech， 这2位玩家都是菲律宾排行榜前5的玩家，他们的筹码量呢大约都有70个大盲啊。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一手牌，跟大家分享。这手牌呢是在 bottom 位的 Mike， 他加注到2个大盲，我在小盲位，我剩下8个大盲，我拿到了 AJ 不同花，我选择了 all in 啊，8个大盲。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 all in。这个时候呢，大盲位的玩家跟注，想要问观众，你认为在决赛桌剩下3个人已经有前圈的状况下，如果bottom位加注，小盲位 all in 8个大盲，请问一下，大盲位如果要跟注的话，应该会是什么样的范围，或者是你觉得什么样的范围是合理的？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暂停一下影片，然后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大盲位应该要跟注的范围，这个时候大盲位跟注了。那第二个问题是，在一个短筹码 all in 大盲位跟注的情况下，请问一下bottom位能够跟注的范围会是什么？那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思考一下，当今天有 all in 跟 call 的时候，你在bottom位会再跟注的手牌会是什么？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这2个问题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。所以呢，翻牌前我选择了 all in 之后，这2位玩家都跟注，然后翻牌是 J72啊，反正就是3张梅花，我中了一个 AJ， 但是我并没有梅花。然后2位玩家都过牌，转牌是一张方块 K，2位玩家又都过牌，合牌是一张梅花8，第4张梅花，底池大约是25个大盲。这个时候呢，大盲位的玩家选择下注4个大盲，然后bottom位的玩家他弃牌，让他开牌，就是想要让我看，我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，可能表达他好像跟这个牌是合理的，反正他开了一个忘记是 A4 还是 A5， 反正就并没有梅花，就很快的就是开给我看之后就弃牌，我 all in 了嘛，所以我必须要先开牌嘛。我是 AJ， 我中了一个翻牌的顶对，大盲位是 QJ 不同花带一张梅花 Q。当下出局后反应就是这手牌其实是非常的不合理。第一个就是在一个加注跟小盲位 all in 的时候，QJ 不同花，不管是任何人或者是任何情况下，绝对都不会在一个预设的跟注范围。大盲位这个手牌，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跟注范围。如果他跟注了bottom位的 A4 或者是 A5 不同花，也绝对不落在一个再跟注的范围。所以这2位玩家都很明显的跟注了2个错误的范围。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不合理。那我们先讲一下，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下bottom位加注，在小盲位剩下8个大盲，可以 all in 什么牌？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 ICM 太大的影响，原因是因为我筹码最少。可能所有的对子，如果说保守一点的话，2233可能不会，但我觉得所有的对子绝对不是问题。所有的同花 A 不同花的 A， 我觉得都是正 EV，2张同花9以上的牌，2张10以上的不同花的牌，可能有点宽，但我觉得 OK， 包括 K10、Q10、QJ 都可以。所以我觉得大约是这样子的一个手牌范围很明确啊。我觉得同花 K 到 K6以上应该都可以 all in， 所以是一个相当宽的范围。所有的 A， 所有的大部分的同花 K， 所有的手对，2张同花9以上的牌，2张10以上的牌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盲位预设绝对可以正 EV all in 的一个范围。在决赛桌的话，bottom位加注，小盲位 all in 的话，那大盲位当然有一个弃牌范围，有一个跟注范围，可以有一个再加注的范围，我觉得都是 OK 的。但是很明确的就是，我认为 QJ 不同花绝对是落在一个弃牌的范围。我们只要把跟注跟再加注的范围，它继续的范围，我觉得会是什么？我觉得最弱的牌应该要是55以上的手对跟 A10以上的手牌，包括了一些同花 A， 可能要是 A8 同花以
以上，然后 KQ 的话，我觉得都相当的边缘哦。KQ 不同花可能不会跟，如果真的要讲的话，可能 KQ 同花跟 KJ 同花是我觉得最弱的2手同花 K 可以跟的手牌，但我觉得也非常的边缘。手对的话，至少要是55以上啊 ，A10 不同花以上 ，A8 同花，然后 KQ、KJ 同花之类的手牌，我猜一个预设最宽的一个范围。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大盲位的范围之后呢 ，KQ、QJ、Q10很明确的呢，这一些2张10以上不同花的手牌都不在大盲位的跟注范围里面，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。那所以说，当今天八通位加注，它可以预设是接近40%、50%的预设加注范围嘛？但今天面对一个小盲位 all in、大盲位跟注的情况下，那我去猜想。八同位应该要继续跟注的范围会是什么？那我觉得，如果说我们猜想大盲位预设范围会是55以上的对子 A10、A8 同花以上，同花 KQ、KJ 的话，所以呢，我们去猜想啊，就是我认为八同位能够跟注的范围，我觉得至少会是一样的范围。为什么我说一样的范围？是因为它可不可以跟注一个比大盲位更宽的范围？我觉得非常的接近，原因是因为它还是需要进行到翻牌后嘛。那我觉得可以比较宽，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位置的优势。但我觉得撇除到这一点的话，双方的范围应该会非常的接近，也就是说，八同位可以是所有的手对同花 A 没有问题。如果是不同花的 A 的话，至少是 A10以上，然后2张同花10以上的同花牌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，因为翻牌后的可玩性很好。A5不同花也绝对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嘛，因为我觉得至少要是 A10不同花以上，尤其是一个 all in 扣，超级容易被压制的哦。所以我觉得就算 A10都是一个很边缘。我们这样就分析了这3方的预设范围，我觉得这个情况会有一点特别，观众也可以去设身处地想一下，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要去跟这样子的错误范围？难道是他们不知道正确的范围是什么吗？很明确，不可能吗？我在想，大部分的观众不一定知道正确的范围，但至少会知道说这2位玩家的手牌绝对都不落在一个跟注范围里面。我自己会觉得说是非常的不太高兴，好不大爽。如果说2位玩家是娱乐玩家的话，可能会跟到错误的范围，但我觉得这2位玩家是一个有名的职业牌手，然后也不应该跟注到这样子的范围。唯一说得过去的，当今天这2位玩家可以跟注到过宽的范围，原因是因为他们会很有默契的知道，透过非常高频率，我会猜测是100%的过牌，然后到合牌之后呢，有一个最高的几率可以把我淘汰。那当然，我一淘汰，他们2位玩家就分钱了。所以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在菲律宾遇到这样的状况，玩家会做这样的行为，对我的不管是我的投资报酬率啊，或者对我的赢率胜率啊，会不会有影响？一定是会有。那这样子，我为什么还会来这个地方？因为我觉得，就算他们有这样子的行为，长期来讲，我都还是打得赢对方。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扑克聊聊的内容。想要问各位，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状况呢？如果没有，假设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呢？赶快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